我录视频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第一次在相机面前录视频，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时间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2024年4月24号，4月24号呢是我们登陆刚刚好1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啊。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一起登陆了温哥华。我在 YouTube 上简介呢，我是这个自雇移民，然后摄影师。但是其实我的频道好像从来没有讲过关于移民和这个自雇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也几乎没有分享过关于移民的一些经验和一些看法。其实，在这个1年的过程中啊，中间不断的有想法，其实想要去分享一些移民的经验或者一些感受。但是其实每当我想分享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事儿错过了，但是我就过了几天我就不想分享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好像我的想法又变了。因为真的是这个1年中间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啊。想法和观点和态度也对这件事情本身啊，移民本身这件事情，包括这种生活，也产生了很多的变化。所以，其实即使到这个时间点，对于加拿大，对于我们现在生活的感受也是一直在变化。但是我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要正式的坐在这个镜头前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其实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个纪念吧。就是毕竟已经1年了，我想这个时刻还是很特殊的。我甚至在刚登陆的时候，我都想说，以后我就过4月24号这个生日了，因为我其实是3月份生日，但是这一天可能对于我们全家来说，对于我们这个3口之家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那我先来还是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名商业摄影师主要从事于这个跟人相关的拍摄，就是人像类的，这主要包括杂志的人物采访、一些时装，还有一些肖像，以及包括一些服装品牌的拍摄。然后，如果大家想对我的摄影有了解呢，可以看一下我的网站。再说一下，我们这个移民的时间点啊，我们是2019年的10月份知道了这个加拿大自雇移民这个项目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一个机会啊。我们之前根本不知道加拿大还有这种移民方式。其实就是有一天我在我的朋友圈里刷到我一个朋友分享，也是一个摄影师的朋友分享，他分享一个在他加拿大看到一些中产或者一些小老板们来在这边通过，当时是很火的一个项目，是通过这个卡车司机项目移民。然后我就很有兴趣跟他留言，我说，哎，我能不能也这个去学卡车移民？然后他就非常认真的就微信一个小窗跟我单独说你真的想去吗？然后其实你不需要这个方式，你可以申请这个自雇移民这个项目。然后我们已经申请成功了。然后我当下就跟我太太说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很感兴趣。然后我们就因为我当时在上海，我那个朋友说住在乌镇啊，当时马上就第2天好像差不多就开车过去找他了解这个项目，然后也跟他一起聊了很多。后来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就着手开始找中介，然后咨询这件事情。差不多是从2019年10月份开始，然后我看了我们大概整理资料，2019年12月份我们集齐了所有的材料，给到了我们中介，在2020年的2月24号拿到了这个档案号。然后众所周知，在那个期间就已经开始疫情了，然后一直到2023年的3月16号，我们拿到了这个登陆的大信封。3月16号当晚，我们就买了机票，买了2023年4月24号的机票。然后2023年的4月24号，我们全家就登陆了温哥华。2020年2月24号，拿到档案号，到2023年的3月16号收到大信封，时间差不多刚好是3年多一点点，也就是当时移民局给出的这个时间是36个月。关于自雇移民的这些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是有哪天我的感受很多，我觉得可以单独出一期视频，因为如果这个讲的话，可能讲一期都讲不完。我准备把这条视频分成衣食住行这4个点，同时还有工作。登陆之后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行，所以我先从行开始说。我们登陆之后呢，是登陆在这个温哥华的 Richmond。为什么选择 Richmond 呢？实际上我们落地的时候是我们的那个移民中介来接我们，然后他们住在 Richmond， 然后他们就把我接到 Richmond。因为北美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腿。然后对于买车这个情况呢，去年的这个时候，其实基本上也就是从疫情之后，整个这个北美的这个车市就非常的难，非常的艰难，尤其是这种日系家用车我们其实对车还算是比较了解的。我个人原来在国内有一台本田奥德赛，还有一个飞度，然后之前还有丰田普锐斯、雷克萨斯，我们都开过。然后当然我也开过德系车。
作为一个资深德系黑粉，所以我们是不会选择德系的，所以我们落地之后肯定是选择一辆日系，丰田或者本田。说去年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二手车的价格非常高，尤其是这个日系车，我就觉得就是跟今年同期比，我估计至少贵个10%、15%到20%都有的。那我们落地的，其实我们在之前就已经做好准备，就是说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的车型，因为我们在国内的奥德赛呢，就是已经习惯了这种 minivan 的这种方便性，虽然我们只有3口人。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新移民刚落地，你需要很多的这个搬家呀、拉东西啊。我们当时来之前想法就是买一辆，2015到2016年的这个丰田塞纳。为什么要选择二手？首先一是价格便宜，二，在去年那个时间点，日系车很多的新车是根本买不到的。无论是燃油的还是 hybrid 的混动版本就更不要想，即使到现在今天也很多车型也几乎是要等超过半年、超过1年，甚至像这种混动的塞纳要等3年的排队。对，所以我们当时就根本没有考虑新车。但我们在来之前呢，其实我们就已经找了这个温哥华本地的一些二手车商了，就当然都是一些华语的，然后看了一下之后，其实心里还是没底的，因为毕竟没有跟这些人打过交道。因为虽然说是北美的这边的这个二手车规范会比国内好一点，但其实还是没底。那我们落地之后，我当时去了 Richmond 的这个丰田的 dealer， 也就是所谓的我们国内的4S店啊，然后就去找了一个销售，一个香港大叔，人特别好。然后我就说我想要一台2015年的二手的丰田塞纳，然后帮我查他们的这个电脑的库存，刚好有一台2015年的塞纳是 LE， 也就是低配。然后价格当时是2399，23999，我记得是不含税。然后当时呢，就是我说我们看了一下车，我觉得各方面都很没有问题，就是也满足我们的要求，就是因为我个人呢就是最喜欢的这种低配啊，就是不需要那种豪华配置，就是满足基本的使用就完全足够了。然后当时就是23999，我问这个价格能不能优惠，就是他说价格肯定不能优惠，但是他们会做这个，把一些该换的易损件都换掉。后来当时其实我们也没什么可犹豫的，因为在我们的预算范围内，当时就定了这个价格23999，然后他帮我换了2条轮胎，然后刹车盘、刹车片，然后换了机油，还有雨刷，一些易损件换掉。然后也就是说，这台车到手我们就直接开了。有可能大家不明白，为什么你买一个二手车需要去这个丰田的这个4S店、丰田 dealer 去买呢？实际上是这样的，他们这种虽然是卖新车为主，但是他们会有很多 trade in， 也就是置换。就比如说你有个老款的车或其他品牌的车，你想要买辆丰田的新车，但是你也可以直接去找他们 trade in。所以呢，他们也会收，所以在他们的这个 dealer 里面也有很多的这种 trade in 进来的这种二手车。当然，作为他们 trade in 的车，一般还是有一个标准的，所以一般都是车况比较好的车。好，所以呢，分享了我们刚落地的时候第一台车的一个经历。所以我想给大家建议就是说，大家在来之前尽量还是心里头有一个谱，就是想要什么样的车型，想要什么样的预算，还有就是说，尽量我建议大家，如果是家用的话，还是选择日系车，这样的话会比较一是比较省心，比较耐用；二是呢，就是你虽然说可能会价格比较相对于我们在国内的认知啊，相比于一些豪华品牌，什么奔驰、宝马、德系车，可能还要同年份的一些车可能还要贵一点，对吧？但是呢，你知道，如果你买进来的价格是高的，等你如果有一天去换车的时候，它的保值率也是好的，同样价格也是高的，所以这些钱其实还是在那儿的。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尽量选择日系家用车，然后并且呢去找一个靠谱的二手车商或者是二手的官方 dealer 去买他们的 trade in。买了第一辆车其实是在去年刚登陆。然后再说一下，因为我们后来我老婆去上学了，所以我们其实还是需要2台车，因为她有一辆车作为日常上学的通勤，我用一台车要接孩子。第2台车我就已经比较了解当地市场了，我就选择了一台同样也是我们在国内拥有过也比较了解的，也是日系车，然后就是这个本田飞度。但是呢，我这台本田飞度呢是比较特别的，是一个右舵的版本啊。我之前也做过视频，我那个飞度的保养过程。然后我那台车呢，就是我直接在 Facebook Market 上买的二手的，更加了解了如果是人跟人之间啊，就是直接你找一个个人去买二手车和这种 dealer 之间的区别。通过这2台车的经验，再总结想告诉大家，就是说第一台车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等你了解了这整个行情，你也熟悉这边生活，你有经历了，可以慢慢去淘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些二手的交易平台，就跟个人交易。这中间还是有很多坑的，所以作为新手的话，还是要多做一些功课和小心一点。好，行的这个问题说完了啊，我们就开始说住啊。其实住这个问题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啊。我们在来之前呢，因为
从来没有登陆过加拿大，所以对加拿大温哥华呢更是完全不了解。有一些朋友呢在来之前就会通过中介网络看房的方式把房子看好，然后到了以后呢直接就拎包入住了。但是我们想呢，因为我们不了解加拿大嘛，我们对这边的住房情况也完全不了解，所以呢我们就想还是先过渡一下。然后于是我太太在 Airbnb 上订了一个房间，我们先住了2周。我们在这个住 Airbnb 期间啊，看了很多房子。我们其实一开始想住在这个温哥华市区里面啊，就温哥华区域，然后结果就看了几间房子，当时的预算就是想2000加币以内啊。后来我们发现，在这个2000加币预算范围内，基本上只能是首先肯定是合租，一般要么就是一个1层的一间，就是一个区域，或者要么就是 basement， 就是地下室。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有孩子嘛，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跟别人一起住的话，是不是很方便的？尤其是主要是我怕我们的孩子，因为男孩比较好动，怕会影响别人，所以我们看了半天，觉得在这个预算之内，我们在温哥华是找不到房子的。然后呢，我们就当然也就看 Richmond 啊 ，Richmond 的话，反正公寓，首先我们是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很想住公寓，因为在国内呢，公寓已经住了这么多年都是公寓，就希望有一个院子，可以尽量来这边以后可以还是让孩子可以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啊，可以住一下所谓的这种 house 的感觉。结果我们就在这个本地的这个华人的这个网站上，正好看到一个这个后巷屋，也就是 backyard house。然后这个我们之前对这个后巷屋也没有概念啊，当时看着好像这个不就是一个也是一个 house 嘛，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当时这个价格是2700，这个预算其实已经高过我们的这个当时的最初的预算了，但是在那个时间点同样啊，其实即使到这个时间点也是这个房价和房租啊真的是非常高。当时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小孩上学的问题啊，这边的所谓的学区房就是你住在哪里就申请旁边的学校。当时我们的房东也是一个华人的一对夫妻啊，其实跟我们的岁数都差不多，也挺感谢他们的，就是因为他的儿子跟我儿子呵是同样年龄，所以他们就是他等于他帮我直接用申请这个学校一些手续他都非常了解，而且刚开始的时候那半年我儿子还跟他儿子是同一班的。我们在这个房子住了有10个月啊，其实我们当时是签了1年的合同。我们其实是在住了半年之后啊，就觉得这个房租压力对我们来说还是挺大的。一个月，虽然房东是包水电网的，一个月大概是2700块钱的这样一个房租，对于我们刚来，然后没有稳定工作，然后就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后来我们就陆续的开始看房，然后包括也想，有没有方式可以自己去买一个房子啊，或者什么样的。现在在录视频的这个房间是我们后来自己买的一个小的公寓，关于这个换房子这个话题又非常大，然后而且这件事情整个的操作实际上是我太太一个人操作的。我对这个房子，其实我从来对房子都不感兴趣，而且我也真的对我来说很头疼，所以我要感谢她。这个我们能搬到这个很温馨的一个小房子里面，其实是完全是她的功劳。为什么我们可在房价如此高的时候，我们可以买的这样一个小的公寓，也是她研究的结果。其实我们现在买一个所谓的那种 leasehold， 也就是没有地权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有点像我们国内的那种70年，所谓70年产权，这个是99年的产权，价格是20多万加币啊，也基本上是我们能承受的最大的限度。搬进来之后呢，这样的话就没有这个每个月2000多将近3000块钱的房租压力。当然了，这个公寓也是要付这个物业管理费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月的话，就还有800多块钱的这个物业管理费，我们的压力就小了很多。对于房子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其实没有什么建议和发言权，就是我觉得还是根据每个人的资金情况和你们想要生活的区域，包括想要上的学校去综合考虑。因为现在的加拿大的房价，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真的是非常高，可能比疫情之前有的地方甚至翻倍了，至少涨了30%、40%以上的。所以房子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你只有解决了一个安居，你才能乐业，对吧？所以我希望这个事情呢，大家要相对慎重去考虑。如果你们之前对加拿大没有什么概念，对于居住也没有什么概念的话，就可能先找一个先过渡的一个房子来去了解这边的生活，来去感受这边的居住环境，然后再做一个决定。穿衣服这件事儿啊，其实就是也可以说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些购物啊，可能差不多一个意思啊。对于这个穿衣服这件事儿呢，我们在来之前啊，然后就有朋友之前在加拿大生活的，包括亲戚就说，你们要带一些这个
你们喜欢的衣服，因为那个他们觉得就是加拿大这边都挺土的，可能你喜欢那些时尚品牌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的，对吧？然后就带一些衣服过来怎么样？因为我和我太太本身对穿衣服这件事情，我们也都是比较 freestyle，所以其实没有说一定要穿名牌啊，或者穿很贵的衣服，所以我们就是把自己喜欢的衣服都带过来了。然后之前有一些衣服正好顺便断舍离淘汰了一下，然后来到这边之后，我发现很多新的衣服的品牌是都有，比如我最喜欢帕拉贡尼亚这些品牌也是有的。后来发现，一是首先价格贵，对于我来说啊，因为我现在没有什么收入，所以我觉得就买新衣服我就不想把钱花在这个上面。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宝藏就是二手店。其实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视频啊，就是我和太太最喜欢的这个一个娱乐活动，就是她在放假之余啊，就是我们一起去二手店约会啊，就一起逛二手店，一起去感受这种就是淘货的感觉啊，淘宝的感觉。我们来了之后的一些衣服，包括我儿子的一些衣服，包括我们的生活的日用品，基本上能在二手店买的，我们都在二手店去买。然后包括我们这些还有就是 Facebook Market 上面，就是类似于我们国内闲鱼的这个东西，然后我们也是在上面去买，如果我们需要的东西，首先我们会先看有没有二手的合适的，然后我们真的就是二手店。还有前两天我也在路边刚捡了一件衣服啊，我就穿着，前两天还录了一个这个修车的视频什么的，就很开心，就是真的是能一个 recycle， 这样大家就是可以，对吧？别人不需要的东西你拿过来，刚好你需要，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很好。所以来到这边之后，我就几乎没买过新衣服。然后我的衣服呢，基本上是国内海运过来的，还有一些国内做服装品牌的朋友会给我衣服，然后我在海运过来，然后包括我儿子穿的衣服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在穿衣服这个上面就花很少的钱。从衣服这个事情延展到这个生活观念、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上，就是我们现在包括我现在手里拿这个杯子啊，也是我在二手店淘的。当你把这个很多的生活的重心和生活的这个关注点，就是从原来的物质上面去挪开，去放到更多的关注精神层面，真的是就很好。其实衣食住行，我把这个吃饭这个东西放到最后，大家从这儿现在看到我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会在上面放2张我2021年之前的照片，大家不要震惊啊，这个是我啊，这个真的是我。虽然我在现在看到我这个原来照片的时候，我就想这根本不是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没错，这个确实是我。大家现在在镜头看见我这个状态啊，可能从我个人认为，我也觉得是我这些年来状态最好，可能10几年甚至都是最好的一个状态。那之所以有这种状态，就是吃是离不开的。虽然我们作为华人，就是都会有这个所谓的中国胃啊，就会一直吃中餐什么的。那我们家其实还是主要以中餐为主啊。但是因为我来之前，大家看到我之所以瘦这么多，其实我已经在改变我的饮食，改变我的对食物的看法。原来是最胖的时候是80就将近90公斤吧。我现在最近稳定在72公斤左右。我之所以能减那么多重，除了我每天坚持运动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吃东西啊，还是饮食。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低碳饮食做一个指导。基本上现在在做的是一个常年保持168断食的一个状态啊。现在在录视频的这个早上，我也基本上没有吃东西，我只喝咖啡啊。我会在中午吃我的第一顿饭，然后晚上再吃一顿。食的这个东西，来到加拿大之后，真的我们对食品上面其实有进步也有退步。什么叫进步呢？就是这边的普通的超市，其实它的品质确实会相对比较稳定，不用太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进步。同样退步呢，其实就是如果说你去吃中餐的话，这边可选择的青菜的种类肯定是没有国内，尤其是南方地区那么多的种类。而包括食材，我能说绝大部分我们中餐的食材都能买到。但是如果你做的中餐很细，然后就有一些小的东西确实不是很容易买到。对，但是我觉得90%都可以买到，这个不用担心。我主要买菜的2个超市呢，一个是 Costco， 还有一个就是大统华。我平时买菜的策略主要是我们一个月大概会去2次的 Costco， 因为 Costco 的东西分量比较足。就比较大。我们3口人其实很多时候买一个大份是吃不完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呢是可以囤的，比如一些冻货啊，然后这个包括鸡蛋啊、牛奶啊这些东西日常消耗很大的，所以我们都会去 Costco 买。
大统华是加拿大这边最大的华人超市连锁了，所以基本上中餐我的真的就是上面提到90%的材料都可以买到。我们吃的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个人其实如果我的第一顿饭我是主要以沙拉为主的，我是可以吃很多这些沙拉、蔬菜，包括 cheese， 包括这些东西。家人呢，包括孩子他们这些东西也可以吃，但是他们可能也还是喜欢中餐这些东西。我们家平时就是mix 什么都吃，就是既有西餐的东西，也有中餐的东西，等于是中国超市和这个西人超市我需要混合，所以我每周都要去不同的超市来根据我们家吃的东西来选购不同的这个食材来进行这个搭配。就是说现在这个食品价格来了之后，其实有很多老移民一直在跟我们说，因为疫情之后通胀的问题，这个食品价格也涨了很多。但是我是没有什么感受，因为我之前对这边的食品价格没有概念。那我们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基本上是菜场和这种超市都买的，所以我个人感觉因为我们也是对吃比较在意的，所以我个人来讲，我对目前这个食品价格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对我们家目前主要的开销也都是集中在在食物的开销上面。价格我作为国内对比的话，如果你是一般去比的话，可能是比国内贵。但是您考虑到它同样的品质的话，价格其实也几乎是差不多的。是我们来了之后呢，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就是还经常出去吃饭，因为也是新鲜嘛，然后后来也是就觉得渐渐的熟悉了这边的各种的买菜的这个环境啊，每个超市的这个有什么东西啊，你喜欢吃什么，就是我们好像很少出去吃饭了，现在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做饭。衣食住行已经基本分享完了，那我们就现在再聊一聊一个工作，也就是养家糊口的问题。